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人的生活记录频道，也欢迎大家来到德国慕尼黑 IAA 国际汽车展的现场。所以我说嘛，今年真的是我的圆梦元年啊，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子的。在柏林参加完意法大展之后，马上无缝接轨来到慕尼黑这边参加 IAA 国际汽车大展。那这次我是跟着台湾宾士的脚步一起来去参加这个展览，带大家来去现场直击一下宾士有哪一些的活动。所谓的 IAA 就是国际汽车大展嘛，以前的 IAA 真的就是展出车子而已，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发展这些，现在他们把它定义为 IAA Mobility， 也就是所有一切跟移动相关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展览里面可以看到，所以包括了自行车，包括了移动城市、智慧城市、AI 这些东西都能够来去参展，所以真的是史无前例的盛大。那以前这个展览它是在法兰克福那边举办的，从2021年开始来到了慕尼黑来去进行，然后它是2年举办一次，今年是2025年，所以来到了第3次在慕尼黑举办。我觉得最特别的一点是，他们采用一个双会馆的方式。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它是慕尼黑展览中心，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台湾的南港展览馆这样子。那这里所举办的就是 IAA Summit， 大部分的内容会比较是 B to B 这样子的，但是同时它在市区那边还有一个叫做 IAA Open Space 的地方，这个就是向大众去展示的，比较像是 B to C 的方式。所以哇，各家真的是拼尽了全力在做他们在市区那边的 Open Space， 真的超强。我们的 IAA 2025宾士之旅正式开始。首先为我们掀开序幕的就是全新电动 GLC 的发表会 ，Let's go！ 这个够扯吧？直接在慕尼黑皇宫里面搭建一个这样子的舞台。真的是现场全球首开全新电动 GLC， 这个发表会真的很强哎！但是我有史以来看过最屌的发表会，整个沉浸式的体验、呈现方式、所有的动画还有音效都是现场直接搭配做出来的。它 front 的空间非常的大哎，而且它做到很方便的一点是，前面3芒星的地方，只要在解锁的情况之下，你按一下，这个 front 就可以打开了。终于看到这台概念车了 ，AMG GT XX， 酷哎！第二站，今天是媒体日，让我们来看看宾士的展位。现场有非常多宾士的布置物，而且就是以刚刚发表的全新电动版的 GLC 来去做设计。而且他们今年的主题非常的明确，就是 Welcome Home， 欢迎所有全世界各地宾士的粉丝、宾士的车主回到宾士来。看我一入场就发现了什么？宾士 Mercedes Petronas F1 Team 的车子。你们知道我现在进来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就是我觉得车商真的比科技厂商有钱太多了，整体的设计感那些东西是完全 another level， 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层次了。这里就是宾士的展区了 ，Welcome Home。那在这个展位里面，他们就展出了3台车子，包括了最新的概念车 GT-XX， 那昨天晚上才发表的全新电动的 GLC， 再来就是前一阵子几个礼拜前发表的 CLA Shooting Brake。在宾士的展区这边，他们有一个像 VR 这样子的方式，让你可以带上 Apple Vision Pro， 然后带你去导览现场有的东西。OK，let's do it！ 天哪，我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带 Vision Pro 竟然是在慕尼黑 IAA 宾士的展位上面。好，所以现在发生的事情就是我戴上了 Vision Pro 之后，它是一个VR 的装置，所以我可以看得到现场有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同时去结合虚拟实境的方式去做解说。好，我现在要来扫一下，你们跟我一起行动啊！这里有一个 QR code， 校正完毕。好，想要让你们看到我在看什么东西哦。哦，对嘛 ，Vision Pro 就是应该这样子用嘛。哇塞！我现在前面的这一台实体的车子 CLA， 然后它直接把它解剖开来，告诉你里面的架构有哪一些，用的电池是什么，然后长什么样子，去跟你去进行解说，真的是虚拟实境的整合。Oh my god！ 然后引擎现在跳出来了，引擎分解开来了。哦，可恶，你们看不到。而且它还有一些互动的方式，比如说让你去拿那个充电桩的充电拿起来，然后插进去充电，然后跟你解说这样子。好酷酷酷！
头发是不是乱了？哎，这个真的超级酷哎！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好，就是你不是只是来一个展区里面，只是去看车子而已，但是又不够人手来去帮你去做解说，所以他们使用的方式就是你直接佩戴一个 Apple Vision Pro， 所有的人都能够去参加，然后针对这3台车子，每一台都跟你去做解说，它还会拆开让你看到里面的零件，然后去解说它的充电速率、它的冷却系统、它的引擎等等的，还有它的故事，当然，所以这个就是宾士在德国慕尼黑 IAA Summit 这边的展区，让我们前往下一个行程。Good morning， 大家早上好呀！今天要进行的活动是体验和试驾，我觉得是蛮酷的体验，因为这是人生中第一次可以真正的体验到 Level 3的自驾系统。Hello，Good morning，Morgen。Why Deutsch? No, just Guten Morgen, Guten Abend, Guten Tag, and Post. Mir half a Bier. Yeah. Wie heißt er? My name? Yeah. Klaus. Klaus. I'm Alvin. How do you activate the Level 3? Yeah, level 3 later. Yeah. is you have Autobahn yes. Highway. Highway. Only is the highway. Yep. Highway, the right line. Right lane. Yeah. Yeah, all time the right line. More right lane Yeah. and exit. In the front is a car. The phone is the car. Maximum 95 kilometers Yep. speed. Not raining, not night, not much cars. 这就是传说中 Level 3的方向盘。So now we are in Autobahn, right? Yes. Okay. And test. Test. Oh. Okay. Yep. I need to put my hands, or I can leave it. You're doing your phone. Yeah. Okay. Do phone okay. Really? This is nice. Yeah. So I can keep my eyes off the road. Not. It's okay. It's okay. Yeah. Oh my god. You Yeah. have one car. Oops. You see? Yeah. You have more lines Yeah. on Oh, okay. exit. Okay. So when the car needs you to take over, it will give you a warning and alert and some vibration. You have 5 lines. Yeah. So you cannot do it. Yeah. Yeah. And yes, you have 3 lines. Yep. And you check. Okay. 它可以稍微过弯转向。哦，OK。哦，有弯道哦，这个是有弯道的。它要可以启动的时候，这里会去变白灯，就是让你可以启动了。OK， 亮白灯了。Yeah. Situation is not possible. It's okay. It's okay. Yeah. It's good. 那 OK Yeah， 就是真的可以用手机，可以办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不看它也没关系。我刚刚讲我看不到那个红绿灯，一直往前看。他讲说你可以看这里，它会自动变换车道。 In the back side is ready. 因为你的前车让你的速度没有达到你定速的120，然后它就会左边车道又在超车道可以的情况下，它会自己切，而且会帮你自己打方向灯。对，所以刚刚那个算是 Level 2 Plus 嘛，对不对？自动变换车道。是 Level 2，但是你刚才讲也不算错，因为在 MBOA 上面、CLA 上面，如果有刚才那样子的动作，像你现在这样，它现在就自动变换车道，自动打方向灯。它就是 Level 2 Plus。它为什么会帮我将它切回去？因为左边超车道，所以它是比我们驾驶更有礼貌，就是它只要帮你超过去，让你维持在120你的定速的速度之后，它会帮你回到原址。哦，跟马来西亚逻辑是一样。对。现在都是他直接开哦，他自己下交流道哎。因为就是你有那个 auto lane change 的功能，哦，所以它会根据你导航，它知道说你哪一个交流道要下马，哦，然后它就会先帮你切到外侧，然后帮你下交流道。哎，是够了。Okay, perfect. Danke. Thank you so much. 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听辅助驾驶、自动驾驶这么长的时间，第一次真的可以亲身的体验到，在开车的时候放开双手、放开双脚，眼睛不看，用手机，这就是目前 Level 3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是都来到德国了，你怎么可以不上一下没有速限的 Autobahn， 对不对？接下来行程我们就要开着宾士的新车 CLA 350。一路从慕尼黑开到斯图加特，宾士的故乡。那在这里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本频道有史以来飞过
最大咖的 YouTuber， 刚刚突破150万的 Duduman 的耶！大家好，我是 Duduman 耶。这次我就很荣幸，就是我们不要这么说，不是，我是说我们很荣幸受宾士的邀请。你自以为是，我自以为是。对啦，真的啦，我们真的是对很荣幸受到宾士的邀请，可以一起来体验。那他们就把我们2个 YouTuber 放在同一车里面。没错，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我们2个人会换手来去体验一下。我们还拿到了一台超骚包的红色，蛮骚包的，而且它内装很漂亮，超美超美，美到一个不行。然后今天会开2个多小时嘛，对对中间再对，做一个切换。对，你先开 OK， 没问题，Let's go。你先睡。请原谅我这诡异的造型，因为我想要拍一个第一视角。不会啦 ，OK 啦。这是我第一次进来这个新款的 CLA，其实我昨天有试乘了 CLA 哦所以这个震惊感我已经没有，可是我还是很喜欢它这个 screen 前面的 screen Super Screen 嘛它叫 Hyper Screen 还是 Super Screen？ ，Super Screen 应该是中间这样子，你还看得到有分的。哦如果是 Hyper Screen 的话，就是没有分的就是对，它就像现在全新 GLC 这样一整片过来的。哦，试一下，哇哇，这个是很滑顺的，这个是顺顺的，对。我这边可以玩我自己的。然后我印象中好像是，如果你在看东西的话，如果驾驶人瞄过去，他就会把它们 lock 掉。哦，真的哦。对，安全起见，我印象中有这样子的事。那我这边玩我的，你不要看过来。其实我人生中最想要解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德国没有速限的 Autobahn 上面飙一飙。吼吼，今天应该有机会哦。我的抬头显示蛮帅的哎，我的抬头显示里面直接内建一个地图。我记得 CLA 这次他们有直接搭载很多的 AI 的系统，包括了 Gemini 还有 ChatGPT 在里面。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看他吗？问看看他 Stuttgart 有什么好玩的吧？好，是这样这个吗？我们试试看。你直接说 Hey Mercedes。哦，真的假的？对。 OK。Hey Mercedes, I'm listening. what's there to do in Stuttgart? It's my first time there. Stuttgart offers a delightful blend of culture, history, and nature. You can explore the Mercedes-Benz Museum to learn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iconic brand and admire the impressive vehicle collection. Hey Mercedes, Yes, what's the best car in the world? as a Mercedes virtual assistant, I focus on providing information about Mercedes-Benz vehicles. Every car brand has its own strengths. 好官腔关哦。枪。 Hey Mercedes, How may I help you?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same as you do. Otherwise, we would not be sitting here. 哦，有点呛哦，这回答。不错哦，可以。现在我们在市区里面行驶，我就先使用 Comfort 模式。等一下我们上了高速公路之后，我们再把它切换成 Sport 模式试试看。冲了。这款 CLA 在市区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体验看看。现在我把它 D 模式把它设定为 D 减，它 D 减就是动力回收会比较强，它有点像玩 Pedal Mode 这样子。所以你看我只是放油门哦，我还没有踩刹车，他就会帮你刹。对，它就已经在刹了，它的动力回收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它如果是 D 加的话，它就会比较 smooth 的，就是好像我一般在开油车这样子。对。D Plus， 哦，流畅的滑顺，比油车更顺哎。因为是加了，如果低的话，是不是？就是一般，对 D 的话就是一般的感觉。播一点音乐，现在我们再把它 mute 掉，反正音乐版权。宾士的音响是真的是一级棒，里面的喇叭都是 Burmester 的喇叭，然后它可以去调整它的音场，它不是只有调它的 EQ 啊、高音、低音而已。我现在就等着我的抬头显示里面出现那个 Unlimited 的那个符号。对。哎，等一下，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吗？现在是 Unlimited 的状态吗？是哎，各位看到这个符号了吗？现在就是没有速限的状态了。啊，对，对嘛，对，然后画很多条横线。对，而且来，我们先把那个 Dynamic 把它切 ，Dynamic 在哪里 ？Dynamic 切换成 Sport Mode。有 Sport。 Ready 啊，可是下雨耶。好啦，我们不要太快嘛。OK 啦。3、2、1。Holy 妈妈！哦，好爽哦！3、2、1。Holy 妈妈！刚刚开到150左右，我是没有感觉那个车子有任何晃动，还是车子要飞走的感觉。哎，我心跳加速了，刚刚。
我瞬间有点蛮差刺，激的啦，蛮刺激的。哇，有点差，我是怕的那种，因为又下雨，然后还是有一点对啊，能见度不是太高，但是那一下那个油门踩下去真的好爽哦。这个 logo 又出现了，没有速限的时刻，但前面有一台车啦，那我们就试试看。140，没有了，又100了，又回来100了，爽不过3秒钟哎。最后一次尝试看看了，没有速限的 ，Let's go。但是也就到150而已。对，有听到那个音效吗？有没有？它虽然是电车哦，但是它还是给你这样子的音效哦。哇，给音效。有那个爆裂声有没有？你知道一般那个如果真的想开快车的德国人啊，他们就会闪大灯的。哦，叫他赶快进去了，赶快进去了。还是我们闪一下德国人。德国人很凶哦，他闪了，他闪了。170，100。Oh shit！ 哦，先生怎么不要这么紧抓？有感觉到哦，哎，我会怕哎，会，你会怕哦，有感觉哦，178刚刚最高。换手时间，耶，不行呢，刚刚叶已经当了一个破200的男人了。Let's go！ 开推进211、212、213、214。小心哦！哦，他闪给你，他闪给你。 214，哦，我也会怕，我也会怕。要不要见好就收？这样就收，这样就收。我也想要当一个破200的男人 ，right？ 可以啦，我相信你 OK 啦。来，我是多少？214是不是214。OK。来挑战一下，希望还有 Unlimited 的那个 Autobahn。应该还有。OK， 来挑战200的男人来了。来喽！哦 ，Let's go！ 190、200、205、 210，我靠，212、13，哎呀，哇，好有意思哦！耶！我们回到了宾士的故乡，真的是 Welcome Home！ 恭喜我们创造了我们的 PB Personal Best， 真的214，都214 214公里每小时 ，OK 吧？赞啊赞！屁股现在有点痛，坐很久。我们今天的行程是要去宾士的总部，就是 HQ 那边来去进行一些参访。你知道我们现在在干嘛吗？大家在收手机。就是你不能够把手机带进去参访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去一些比较秘密基地的地方。手机就这样不见了，手机就这样不见了，没有东西可以拍。但是官方也帮我们拍这些画面。首先，第一个参访的震撼教育是撞击测试的过程。不是开玩笑呢，他们是真的现场直接拿一台 GLC 来撞。车内外有很多精密仪器来去进行测量，还有无数台上看1000 FPS 的高速摄影机，所以灯光也必须要打得非常的亮。那工作人员会在每一种不同的测试情境当中，去准备好不同类型的人偶，来去模拟撞击的时候对驾驶者还有乘客们的影响。例如说有几岁的男性或者是女性啊，身高多少这一些，在他们的身上贴满了各种的贴纸，看撞击的时候会受伤的部位有哪一些，那安全气囊要怎么样的去安置，还有车体哪一些地方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才是最安全的。然后车子撞击之后的一些 SOP， 例如说要拨打紧急电话啊，或者是车门在撞击之后能不能够轻松顺利的打开，避免驾驶或者是乘客被困在里面。每一台宾士的车子在上市前都要进行无数次这样子的测试。我看了真的是很心痛，但是这就是宾士的安全标准，我只能说真的非常的震撼。第二个参访的是他们的声学设计，这个是电车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电车是没有传统汽车的那种引擎声的嘛，那他们就设计了各种主题的音效来去加强电车在听觉上面的驾驭体验。这个不是单纯的去播放一个音浪的声音而已哦，而是从开关车门充电到加速减速刹车，它都有一套完整的声音主题。例如说它有很科技感的
也有很大自然感的。那每一个主题它要有多少趴的未来感，有多少趴的情感，甚至是视觉化之后它会长什么样子。魔鬼真的藏在细节中，我们甚至直接上到宾士总部的赛道，来去亲自的体验不同主题的声音。现在看到的这个喇叭就是要放置在车子底部的前面跟后面的喇叭，因为你在解锁车子、上锁车子，甚至是电动车要有声音，要不然可能会有一些安全上面的疑虑嘛，所以他们也有做这样子的设计。在我旁边的这一台就是新版的 GLC， 但是是比较早以前的版本啊，它就放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他们最近在这个 OS 系统里面的一些更新啊，示范给大家看。机会难得，现在既然现场有一个 prototype，Why not？ 我们今天看一下，各位，这个就是新款 GLC 的 Hyper Screen， 它真的就是一整片的39寸，没有分开3个萤幕了。那这个是它的 Ambient 模式，就是它现在目前有2种的设计。另外一个它是 Campfire， 就是萤火，制造气氛啊，不是让你在开车的时候去做使用。你听听看它的声音。当你开启这样子 Ambient Mode 的时候，连你的气氛灯也会做变化。听说有可能你的椅子也会变得比较暖一点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新款的 MBOS 虽然说现在看不懂德文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再来开箱给大家看一下。但是这个新版的界面真的就是像新世代的产物了，不会再 lag 了。它就所有的操控都是非常的自然，而且你看这个所有的主题都是贯穿式的。那如果说你查长按的话，你看这边有几种，可以去做选择。假设说来一个这个好了，看起来蛮酷的哇！宾士总部的最后一个参访的地方，就是来看他们的风洞设备。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测风阻的那个地方。刚刚我们还有机会走进去看到它的那个大风扇的地方，那个真的很壮观哦！太酷了吧！这个你看一下人跟风扇的比例。他们站在扇子的箱，就这么小一个。现在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台就是新款的 CLA， 风阻系数0.21，比较有感觉，是因为 F1 的车子也都会需要去测那个风阻。开始。下面，他好像通酷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超酷，超酷。他要让我们体验一下被风吹的感觉。一开始是30公里每秒的风嘛，kph per hour， 对，30公里每小时。每秒有风了！要女生在旁边才有那个头发啊，你可以。你的头发可以，借我拍一下，看头发看得出来，有没有？有啦，全秃了。37、40，有感觉。甲板，帮我抓一下。55，这个台风已经记着脚已经站不稳了。进入暴风圈，这是56、57。这个专业记者真的，对。请问刚刚在暴风圈的感觉如何？我觉得我们挺有定力的，是不是？每一台车在做风洞的空力测试的时候，我认为他们确实有足够的定力跟优异的表现。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图表？你会觉得说，天哪，他要增成1%，他要做多少功夫？对，一点点都不一样。对，但宾士 CLA 他们说，对比同级距，他的拿到0.21 CD 的这个低风阻，他们自己是觉得还挺满意的。来到了这趟行程当中的最后一个行程，也是我个人的 bucket list。欢迎大家来到宾士博物馆。我真的来了。一走进来，这栋建筑物真的非常的壮观。在看资料的时候，有看到有人这样子写说，它这栋建筑的那个通风设计，如果这里发生火灾的话，那个火势它是会像一个像龙卷风这样子，就是气旋式的往上去的。也只是听说啦，也没有人验证过，毕竟没有发生过火灾嘛。一进来博物馆之后，就直接
搭电梯上来最高楼层，从上面往下逛，一开始就直接从汽车的发展史开始，所以一打开电梯门，你看到的就是全世界第一台车子，就是 Patent， 这真的是博物馆呢，各个年代的车子 ，Oh my god， 你们看看，这是第一代现代化的汽车告别马车的样子，雏形出来了。世界最佳轿车300 SEL 6.3，300 SL 系列，这台1955年的300 SL 已经可以跑到290公里每小时。60年代的车，80年代的车，这个就是比较接近我出生的年代了。欢迎大家进入真正的现代化的年代。AMG 的车款开始出现了，2017年的 Mercedes AMG GT Concept， 我们要开始进入赛车的部分咯。这边每一台都是真的车。哎，Lewis Hamilton的车在哪里？他的 F1 车哦。这个装潢的设计就是我后面这边它是观众席，然后这边你看它现在开始走秀了，走秀了，音效、灯光全部都来。那这个赛道上面全部都是赛车嘛，然后它的简介就坐在旁边，看起来就像真的赛道旁边的那个白线那样子，白虚线。Ready go！ 可以开始，够了没？啊，好。哎，要不要起来？为什么？哎呦！要按哦，对嘛？还要按一个，不是，这要练习，这需要练习。我这个一定被骂，因为车手那个 Team Radio 直接 Wake up, Wake up！F1 小队出发。4、3、2、1 ，Go！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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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be the water。没有，前面一个没有亮，没有亮。哎，看来一边是宾士，一边是法拉利哦。果然最精彩的就在最后一 part 这里，赛车的这边逛完之后就结束了这边的导览行程。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纪念品区，哎呦喂啊，很大间呢！这趟行程正式结束，感谢台湾宾士的邀请，感谢给我们这么棒的行程，让我人生中解锁这么多不一样的体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拜拜。